我現在覺得普通人一生最大的障礙可能就是面子問題。如果說有人當街喊你騷，你會不會感覺有一種羞恥感呢？如果說你有羞恥感，其實你是很難在這個社会上能夠賺到錢的。放在以前，如果說有人這樣喊我啊，說在大街上說啊你很騷，那我恨不得就腳下有一個地縫，我立馬鑽進去，不讓別人看到我。但如果說放到現在呢，你当街喊我騷，我能当着你的面扭起来。為什麼？因為我有騷的資本呢，对吧？面子這個東西哈，就好像一個狗被拴在了那兒，它脖子上有一個狗繩，把你牢牢的鎖死在那兒。比如說你長得醜，你不敢打扮的自己漂漂亮亮的化妝出門；你长得比較胖，你不敢穿着比较漂亮的衣服露出你的腿，是不是？出去玩啊，或者說讓別人看。那你想賺錢呢，你又不好意思說，哎，我特別想賺錢。你出門在外社交的能力呢，能把你自己給射死，总害怕驳了別人的面子啊。你想做自媒體，明知道這是一個賺錢的事，就是害怕你的親戚朋友、你的爸媽、你的朋友能夠看到你在那瞎點評啊。明明知道這就是個賺錢的東西，就是不好意思。那什麼是所謂的面子和羞恥感呢？它的本質又是什么？就是我自認為感覺哈，它的本質就是太以別人的感受為自我的中心。我要照顧好別人的感受，我得活成別人想要的樣子，我才能夠行。就像小時候，你看我坐那種，我们北方回老家坐的是客車，我不知道南方的朋友坐的是什么。哎，我一上車的時候我就在糾結，哎呀，我到站了，我該怎麼喊呀？車上那麼多人啊，糾結一路，終於下一站是自己家了啊，卡着那個線兒，跟司機去講，師傅前面停一下。從後面立馬跑到了門前，然後跑下車，立馬就跑回了家，都不敢回頭，總幻想着別人就是在嘀咕什麼，幻想別人在講我什麼。還有你看我上大學的那會兒，對吧？我們坐高鐵去上學，然後呢，那坐高鐵它位置有3個嘛，我每次都是坐在靠走廊的那一邊。為什麼？因為我怕別人我睡着，就是別人在外面睡着了，我去上廁所還得把人家喊醒。反而呢，我坐在外面，別人是絲毫不客氣的把我拍醒，嘿，讓一讓，我去上個廁所。還有之前我去商場買衣服買鞋子的時候，有個導購員跟屁蟲一樣一直跟着你啊，說這個好那個好，這個試一試那個合適，看完了這個看完了那個，看完了這個看完了那個，結果呢自己不喜歡，也不好意思，明明不喜歡還不好意思拒絕別人，總感覺拒絕了就是滔天大罪，對不起別人的介紹。出門呢去旅遊發個朋友圈都是來來回回刪了刪啊，發了發，就是來來回回4、5遍，反復的去斟酌。哎呀，我這個詞會不會讓人誤解呀？誤解我的意思啊！包括我一開始做自媒體拍視頻的時候，那真的是必須得精緻打扮一下，洗洗臉，刷刷牙，噴點東西，造點髮型，穿個好的衣服，找個好的場景啊，拍了刪，刪了拍，有一句話磕磕絆絆，我都得刪掉，我都得重新說，對吧？總害怕某一句話說錯了，引起大家的評論，讓大家噴我，去罵我。親戚管你借錢，你說你借也不是，不借也不是，借吧，總想着肉包子打狗就沒了，不借吧，又感覺下次見了面不好意思講話，搞得自己極度的內耗，對吧？你這樣是不可能賺到錢的，你沒有精力去賺錢。我自己創業這麼長時間，我對我自己最大的改變是什麼？別人說我脾氣不好的時候需要改一改，我立馬就說，那我脾氣不好你還不能忍一忍嗎？那我改不了我的脾氣，你還忍不了我的脾氣嗎？我上大學的時候也算上個半個大學吧，上大學半個文化人我和你講道理，你要是聽不懂，那我也當過兵，略懂一些拳腳。如果我把你打傷了，大學學的也略懂一些急救的醫術。所以說經過這麼多年，我在這個社會上去創業去打拼也好，做生意也好，我感覺我非常得感謝這個自媒體。你看之前我總是做自媒體，怕自己說錯了話，就怕被認識的人去嘲笑怕各位面前的你們去底下亂評論去嘲笑，對吧？似乎全世界都在關注我一樣。其實每個陌生人從面前經過，不會對你超過有3秒的印象，就已經消失了。現在做自媒體呢，就仿佛有點找到自我的感覺了，讓我打開了，讓我把這個就是脖子上面的一個繩子，狗繩給解開了，丟掉了，解開了自己就是的面子和羞辱感，找到了不一樣的煙火气息。你看我現在我做生意也順了自媒體也做起來了，錢也賺了，脾氣也好了，心情也好了，也不怕別人說了。那現在我在遇到那些隨意點評我的人，羞辱我的人，說我騷的人，我就感覺
咱俩都是狗。我解开了脖子上的绳索，我自由了，我跑出去了，我都顺了。结果呢，你还在说我在羞辱我，我的绳子跑到了你的脖子上。这下好了，不但是拴住了自己的脖子，还拴住了自己的腿。所以说，把面子抛除在外，才是你真正能够賺錢的開始。